主母太太身边的丫鬟小菊带着人气势汹汹地撞入了后院。小菊，你这是有事儿吗？其实不用问，谁都知道，只要小菊来后院，肯定是针对青莲的。你们吃饭。二小姐，大太太请你去祠堂。可怜的孩子，我应该找谁来救你呀？青莲放下筷子，对着张妈妈笑笑。没事的，您不用担心。便跟着小菊走了。没事的，只是为了安慰疼爱她的张妈妈。他们都是李府最底下的人，就算有千般疼爱，可是面对大太太，他们一样无能为力。李家祠堂，大太太很严肃地对着各位先辈恭敬跪拜。大太太，二小姐来了。大太太慈祥的眼睛里顿时露出了一抹凶光，她尽力地克制着，装着一副大慈大悲的模样。你的母亲与府里的长工偷情，被老爷发现，沉塘赎罪。而现在，你重蹈你母亲的前尘，去勾引陈府的大少爷，想飞上枝头做凤凰，你是在做梦吗？大太太一字一句都扎在青莲心上，她一反往日温柔有力的辩驳：我母亲是被人冤枉的，我也从来没有勾引过谁，你们只会陷害。陷害？你是说老爷陷害了你母亲，还是李家族长陷害了你母亲？话还没说完，脸上就被扇了一巴掌。做出那种不要脸的事情，还好意思说陷害？你果然跟你母亲一样，就会勾引男人。来人呐，给我动家法！我千千百百，我没有勾引任何人，你们血口喷人，你们是……祠堂里，家仆10几人都冷漠地看着青莲，仿佛每一个人都在嘲笑。看着高高在上的大太太，眼睛一黑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青莲要活着。还是在祠堂，满屋的蜡烛滴答地流着泪，却不及青莲的1/1000。哼，什么列祖列宗，你们不过就是不睁眼的瞎子。都说善有善报，我娘亲善待下人，温和又体面，可是却被坏人陷害丢了性命。你们这些列祖列宗，为何不睁眼睛看看李府做的这些坏事？是啊，这个世界有什么公平，有什么道理？一条人命还不如一条狗。我李青莲，当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，也许只是被人挖个坑，草草掩埋了而已。我自己已经遍体鳞伤，根本没有能力为母亲报仇。那就去另外一个世界吧，去陪着母亲。二小姐，你醒了。我要喝水。二小姐，你等着，我去给你弄水。不久，瘦小的丫鬟捧着一碗水，急匆匆地走到青莲身边，扶起她。二小姐，快喝下，这是小虎熬的药，他一直就守在祠堂外面。青莲一听，仿佛看见了一束光。是啊，就算李府是地狱，可依然还有关心他、牵挂他的人。丫鬟喂着青莲喝完药，又急匆匆地把碗送出去。喝了药的青莲精神好了很多，此时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，她要活着。早上的太阳终于升起了，
青莲看着门口的阳光笑了。一大早，小菊过来了。这生命力还挺顽强的，居然还没有死。又转头对那个瘦小的丫鬟说：小九，你把二小姐送回后院去，不要脏了祠堂。她叫小九。青莲心里默念着。青莲被送到后院的时候，已经只有一口气了。后院里除了张妈妈，其余的人都在厨房里忙着自己的事儿。谢谢你送她回来，我们会尽力照顾的。小九从腰间掏出了一些银子，递给张妈妈。我只有这么多，您请个郎中给他看看吧。谢谢姑娘。小九看了看青莲，摇摇头走了。小九一走，小虎马上出门请郎中去了。张妈妈把青莲放在床上，眼泪吧嗒吧嗒的流。厨房里的刘大婶端来了汤药，对着张妈妈说：这是我早上熬的草药，先让二小姐喝几口。张妈妈一勺一勺地喂着青莲，青莲贪婪地喝着，可怎么都没有力气咽下去，好累啊，想睡觉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昏昏沉沉的青莲终于醒过来了。青莲，你醒了，你终于醒了，你终于醒了。小虎憨憨地笑着。张妈，二小姐都醒了，你还哭什么呀？醒了就好，你睡了7天7夜呀，吓死我们了。对不起，你们花了不少的钱吧？没事，只要你没事就好，你没事就好。青莲努力地让自己不要哭。在李府能给她温暖的人，也许就是后院的这个大家庭吧。等大家都去忙了，小虎这才吞吞吐吐地说：二小姐，陈家大公子听说你被打了，也来看过你，可是你没有醒，要不要给他带个信儿啊，免得他担心。不用，以后他再来到后院，你也不要来告诉我，这些公子哥们的理想爱情只会害死我。小虎突然跪在地上：你还有什么话直说。对不起，二小姐，太太惩罚你的那天晚上，赵妈妈让我去找老爷救你，我没有找到老爷。青莲想扶起小虎，无奈力气不够，佯装生气地说：你不要动不动就跪，我也不是什么二小姐。小虎，就算你见到了也没用，自从我娘发生那事以后，她厌恶我至极。母亲走了以后，张妈妈就是我的母亲，你就是我的亲哥哥，我们是一家人。二小姐不怕，我们后院的人都喜欢你。小虎起来，经过此事以后，我会更加坚强的。我都死过一次了，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关呢？小虎站起来，看着窗外的阳光。要是大太太不再找青莲麻烦，他们后院儿也是很幸福快乐的。陈明来找青莲的事儿又浮现到了脑海里。二小姐，陈家那个大公子来了，在后院等你。青莲紧皱了眉头，这个傻子怎么又来了？只要他来，我就有麻烦了。小虎，我去看看。二小姐，你要小心啊，千万不要乱说话，免得传到太太的耳朵里。青莲郑重地点点头，转身走了。陈大公子陈明是李府太太妹妹的长子。表妹，好久没来看你了，你还好吗？谢谢表哥来看我，你下次不要再来了，要是大太太知道又会打我的。她为何要打你？表妹，不要怕，我现在长大了，我会保护你的。饱读诗书的陈明脑子里全部都是丰满的理想，他喜欢表妹，他就一定要来看表妹。至于深宅里的那些阴暗，他永远都看不到，也不会让他看到。表哥，我很好，
快回去吧。表妹，我今天来是有正事的。母亲说我年纪不小了，要跟我说亲。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表妹的意见。这些年我心里只有表妹，如果你也是如此，我便去恳请母亲，不日就来李府提亲。不，表哥，我只把你当做哥哥，我求求你千万不要跟母亲提及此事。表妹，你虽然是李家二小姐，可是自从你母亲过世以后，天天做下等人的活计。我要带你离开这个牢笼，我会一辈子对你好。表哥，我在李家很好，你千万不要提亲。你要是一意孤行，我会死的。陈明饱读诗书，满腹才华，他懂得天下百姓的辛苦，也赞赏皇帝提出的男女平等。可是他却不懂什么是内宅的险恶。表哥，我从没喜欢过你，从今往后你不要再来找我了。说完扭头就走。陈明看着青莲的背影喊道：表妹，幸福在你自己手里，为何不去争取？你等我，我还会再来看你的。青莲的心在滴血。上次因为陈明来看他，被大太太毒打了一顿。姨母，母亲，儿子要娶青莲表妹为妻。大太太和陈母张大了嘴巴，不可置信地看着陈明，居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我跟表妹自小一起长大，我喜欢她，如果母亲不答应，我就不娶妻了。明儿长大了，知道要娶媳妇了。只是婚姻大事还需要大人商量，你先跟你母亲回去，等大人商量好了再议，如何？陈明觉得合情合理，点点头。好，反正我是非青莲不娶的。姐姐，那我跟明儿就先回去了。就这样，陈明这伟大的爱情在两位太太不显山不露水中轻易地搪塞过去了。陈明满心欢喜地回家等消息。张妈妈看着可爱的青莲，笑得弯了腰。青莲，老妈子我只会做这么土气的衣服，真是委屈你了。二小姐，这范仲淹写《岳阳楼》，为何要说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呢？跟岳阳楼有什么关系啊？听说范先生根本就没见过岳阳楼，只是看了他朋友的一幅画，就做下了这《岳阳楼记》。范先生是借用岳阳楼来抒发自己的抱负。哦，人和人为什么不一样啊？他会想施展自己的抱负，我就只想吃饱饭。小虎，我也一样，只想要有红烧肉吃。这马上就是冬至了，府里的老妈子都可以分到1斤肉，到时候我做给你们2个馋鬼吃。只有张妈妈最疼我。张妈妈爱怜地看着青莲，她已经完全把青莲当作自己的孩子。房门被推开。哎呀，陈家公子啊，在后院徘徊了很久，这不敢进来，让我把这封信呢带给你。小虎看着青莲变了脸色，劝道：那陈公子倒也不是坏人，只是被家人保护得太好了，根本不知道内宅的险恶。二小姐以后不见他就是了，信还是看看吧。张妈妈没有说话，偷瞄着青莲。这孩子外表看着开朗，内心却是满目疮痍，那些悲惨的经历只怕会是他一辈子的伤。二小姐没事吧？没事，他一个富贵大少爷能有什么事儿？只是他习惯了众星捧月的生活，哪里会懂得穷苦人的艰辛。更讽刺的是，穷苦人至少性命无忧，而我还要担心小命。青莲轻飘飘的话透露着无数的心酸。旁边的张妈妈偷偷擦了一把眼泪。你们知道吗？我母亲在世的时候曾经给我算过命，说我呀以后是个大富大贵之人，所以现在苦点没事儿。古人都说了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
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。所以啊，后边是有大人在等着我呢。青莲，你念的那些话我一句也听不懂，但是老妈子我知道，青莲呐是个大才女。是的，张妈妈，我也听懂了，就是喜欢二小姐念这些诗文，哎呀，可动听了。本来以为日子就会这么平静地过着，大太太身边的小菊突然又来到了后院。她走到青莲身边，居然还行了一个礼。二小姐好。张妈妈吓得心都要跳出来了。二小姐，老爷说您年纪也不小了，不能再混迹在老妈子老婆子院里了，不然以后啊会嫁不出去的。太太便让我给您安排了正院厢房，现在我就接您回去住。你就回复太太，我在后院挺好。哎呀，真是在猪窝里混久了，都忘记自己是个小姐了吧？难道您是天生的贱骨头，只有做下人的命？张妈妈一听，气得要死。哼，我们是下人，可我们都有自由身。你小菊一个买回来的奴婢，是没有自由的见解，谁又比谁高贵啊？小菊，你只怕是忘了，你只是太太买回来的一条狗，给你一根骨头就到处咬人。我再下贱，那我也是小姐。小菊一时语塞，愣了半天。跟了太太这么久，这要强的气势也是不能输的。一条狗都过得比你好，你高贵，你美丽，可是又如何？还不是在这猪窝里烧火？青莲一笑，哼，是啊，小姐又如何呢？一个没人疼没人爱的小姐，确实连一个丫鬟都不如。对啊，我就是烧火的命，所以你回去告诉太太，我哪里也不去，就在这后院烧火。小菊一拍脑袋，她是来带二小姐回去的，怎么跟她吵架了？那你不回去就不回去吧。来人啊，把张妈妈带走。你带张妈妈干什么？你在后院一直是张妈妈照顾着，既然你不回去，那我带张妈妈回去，仔细问问她这些年是怎么照顾你的。你放心哈，我会让下人轻点问，一把老骨头混重了，怕她扛不过去啊。你放开张妈妈，我跟你走。早这么识相不就行了，非得弄出那么多幺蛾子，好像你能斗得过太太一样。小菊的话很是刺耳，却又很实在。是啊，自己哪里是太太的对手，一味的抵抗，伤害的只能是身边最亲近的人。跟着小菊，青莲来到正院最左边的一个小院子。以后你就住这里，太太给你挑了一个丫鬟，2个老妈子，你们先认识一下。方婆子，你们进来。带头的方婆子低着头走进院内。这是你的丫鬟婆子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青莲环顾了一下院子，虽然冷清，却比后院好多了。方妈妈，你还好吗？谢谢二小姐关心，老婆子身体还好。青莲又看了看那个丫鬟，眼前一亮，哎，这不是祠堂里喂她喝水的小九吗？还有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老婆子，居然一只眼睛瞎了，看路只能看半边。老婆婆，您贵姓？瞎眼婆子吓得连忙跪了下来。二小姐，老奴不敢，老奴姓周。周婆婆，你起来，以后不用这么客气。就这样，一个阴冷的小院儿有了主仆4人，很快就有了烟火气。小九，你看看这棉絮多暖和啊，可是不知为何，就是没有在后院睡得踏实。二小姐，习惯就好了，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你知道吗？我以前只是一个扫地丫鬟，那个小菊3天打2天骂，你看现在
我都成了您的贴身丫鬟，嘿嘿，是不是越来越好了？跟着我这个谁也看不起的二小姐，也不一定是好，说不定更坏呢。那我可不这么认为，小姐您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您呀不能悲观，任何事情都要往好的方面看。小姐，你不知道，昨天晚上是我睡得最舒服的一次，没有人骂我，没有人打我，我好幸福。青莲被小九的情绪感染了。是呀，自己都死过一次，再也没有更坏的了吧。又是晚饭时刻，青莲早早的就来到了饭厅。大哥青川一直都是一副万事不关己的态度，大小姐清妃永远都是穿着最鲜亮的。三姨太，这是母亲过世以后老爷新纳的姨太太，而最上位的大太太总是面无表情。青莲，你住的还满意吗？谢谢老爷，挺好的。不用站起来，看看什么菜合胃口，多吃一点，太瘦了。是。清妃不高兴地嘟囔，连爹都不喊，真没教养。爹娘，我吃完了，你们慢慢吃，我回屋看书去了。哼，哥，就你三吊子水平还看书？莫不是看的故事书吧？什么书都要看，总比你天天守着镜子画脸好。吃完了就回房去，说些没正经的话。青川一听，一溜烟的就跑了。一顿毫无滋味的晚餐终于结束了。走，我们快点回去。方妈妈说了，今天给我烤红薯的。唉，小姐，难道满桌的鱼肉都没有方妈妈的烤红薯好吃吗？你懂什么啊？一桌鱼肉是美味，可是坐在那桌子上的人都是吃人的老虎，我一口也不敢多吃，生怕是被他们抓住了把柄，再找个借口把我打一顿。可是方妈妈的红薯就不一样。是啊，你知道吗？那天太太派我去祠堂守着你，可把我吓坏了，我以为你死了呢，满身的血，我也不敢靠近，还好你命大，居然活回来了。就在要拐进小院分岔口，一个声音喊住了青莲。啊，这是二小姐吧？早就听说你了，只是今天才第一次见。说话的是三姨太幽之。三姨太，你这孩子怎么那么膈应人？老爷三姨太那是你喊的吗？那是下人喊的，你应该喊爹姨娘。青莲没有回话，她喊不出口。唉，你太瘦了，要多吃点儿。谁会喜欢这么一个三两骨头的女子？回头我跟老爷说一下，往你院里多送一点肉。就你这发育还没完全的样子，廖家怎么会喜欢？什么廖家？你多吃一点儿，身体好了什么都好。说完，带着丫鬟扭着屁股走了。青莲预感到了什么，慌忙拉着小九回到小院。方妈妈，你在李家待的时间长，你帮我打听一下，是不是有一个廖家跟李家走得近？什么廖家？我在李家10几年了，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廖家。二小姐，你是不是听差了？你去后院让张妈妈帮忙打听一下，只要是有关廖家的情况，让他们马上过来告诉我。小九不知道小姐是怎么了，依然点点头，转头去了后院。转眼到了春节，大清早，青莲就被鞭炮声炸醒了。小姐，起床放炮啦！小姐，自从你回来以后，长高了也长胖了，比以前更好看了。哪里胖了？我没有发现啊。你的衣服都大了1个尺寸了，还说没有胖？小姐，胖了好看啊！你以前瘦的跟鸡爪一样的，一点也不好看。新年快乐，小九大吉大利，祝你天天有肉吃。走，我还要给方妈妈还有周妈妈准备了红包呢，只是
我现在没什么钱，有点少，你不要嫌弃啊。我从小到大从来都没有收到过压岁钱，小姐，谢谢你。以后你每年都会有的，哪怕就是一个碎银子，我也会给你包一个的，不要伤心啦。我们去找方妈妈吧。青莲赶到后院的时候，小虎正在念叨：张妈，青莲会不会不来了？他来我自然是高兴的，不来也没关系，只要呀他过得好就行了。张妈妈，小虎，我给你们带了好吃的来了。我就知道你肯定会来的，快，我们马上就要开饭了。后院的年夜饭比平常多了几个菜，但依旧很寒酸。刘大婶，这是您储存的干野菜吧？现在吃有春天的味道。对对对，这是荠菜，春天满山坡都是的，晒干了以后现在吃，可是一盘好菜呢。青莲大口地吃着素菜，还不停地表扬味道好。吃完饭，青莲拉着张妈妈单独说话：我每个月都有月历，你也知道，吃饭穿衣也不需要我花钱，所以我用不完。张妈妈，你想吃什么了，赶集的时候买点，等我以后有了钱，再给您好多好多钱。看张妈妈推辞不肯收，青莲哭了。张妈妈，您跟我母亲一样，我拿点钱孝敬您，您还不收，是不是您嫌弃我这女儿？哎呦，不哭不哭，我收。你这丫头，大过年的可不许哭啊。我知您担心我现在很好，至少太太不会光明正大的惩罚我，反正家里的事情我也不多嘴，自己保住自己就行。还有啊，我院里那个方妈妈以前是伺候我母亲的，她对我也很好。张妈妈放心地舒了一口气，这孩子也该苦尽甘来了吧。吃完午饭，告别张妈妈，青莲带着小九来到了母亲以前居住的小院儿。小院已经封了，青莲从院子后面的一个狗洞往里爬，青莲好不容易爬进去，那小九又给卡住了。小姐，拉拉我。草木荒芜的小院儿很是凄凉，只是那间温馨的小屋依然还在。小姐，这里阴森森的，好恐怖啊！这是我母亲的住处，我每年都会来上几次。对于别人确实是有点可怕，对于我，这里是李府最温馨的地方，因为它是唯有我母亲味道的地方。对不起，小姐，我来李府才2、3年，以前的事情都不知道。小姐，我娘也早早的就过世了，我被父亲卖到李家，府里的丫鬟看我年纪小，就经常欺负我。当我害怕的时候，我只能躲在被窝里，还不敢哭，怕同房的人听见。以后我们有伴了，就不会再害怕了。谢谢小姐。跟了你以后，我才知道，其实人可以活得这么快乐。以前我天天都要挨打的。青年四处看看，按照原路从狗洞往外爬。爬了一半，青年连忙缩回来。小九疑惑地问：小姐，怎么了？青年做了一个虚的动作，拉着小九贴着墙根听。墙外，小菊四处张望，确定没有任何人，这才跟另外一个丫鬟说：晚上老爷会开一瓶西域的红葡萄酒，你下午就把红花泡好，然后倒入葡萄酒里面，记住了，要把这些全部泡开。小菊姐，所有人都要喝酒，不会有毒吧？笨蛋，这是红花，喝了只会养颜，怎么会有毒呢？还有胆子害太太。好，小菊姐你放心，我保证办好。无论谁问，你就说那葡萄酒里面没有任何东西，要是你敢说出来，太太定会打死你。
两个丫鬟四处看看，这才鬼鬼祟祟地分开了。躲在墙内的青莲跟小九听得清清楚楚。小姐，红花是什么？红花确实是养颜补血之物，这么好的东西，小菊为何要遮遮掩掩的呢？而且红花泡茶也可以，为何要放到葡萄酒里？我们快回去吧，晚上你还要去大厅吃团圆饭呢。费了半天劲，两人从狗洞爬出来。这个洞越来越小，不知道还能爬几次。我们夏天来，冬天的衣服穿得太厚了，爬进来是有一些辛苦。这个主意好，我们夏天来还可以抓蛇。啊，还有蛇啊！两个土头土脸的主仆回到小院还没有忙完，前厅就派丫鬟来喊：二小姐，老爷说今天要早1刻钟到，大家好说说话。好，我马上就来。小姐，你找什么？都要迟到了。红花味甘微寒，活血化瘀，祛瘀止痛，与麝香一起使用，可堕胎。青莲手一软，堕胎？谁怀孕了？小九又在催促了。青莲放下了书，急匆匆地出门去。大厅里还好只有清妃到了，不大一会儿，三姨太幽之也来了。三姨太好。琉璃，去给我倒杯茶，要最好的清明茶。好不容易大家都聚齐了，丫鬟给每位主子都上了一些茶点。爹，您不能只守着茶叶，现在种茶的人那么多，好做才怪呢。我听说京城大商贾，他们把这茶叶、粮食还有工艺品运到辽国，再换取布匹、养马，赚不少钱呢。好小子，想不到你对生意还是很有想法呀。你说的很对，只要能走出去就能赚大钱。可是那辽国也不是你想去就能去的，没有熟人带，连门路都搞不清。是啊，可是那么好的生意，那谁愿意带你？有钱人家不知道自己赚呢。京城倒是有位朋友愿意带我，不过还在商讨之中。如果能谈成，我们李家的家业能翻1倍。真的吗，爹？那您能带我一起去辽国做生意不？还没有谈成呢，如果顺利的话，我倒是愿意带你一起去。你都这么大了，以后李家也是需要你来继承的，早点接触生意有好处。不过还得你娘同意啊。我娘肯定是同意的。一颗心只想往外跑，你要是想跟你爹做生意，必须先成家，有了孙子我才放你出去。反正我明年要跟爹去经商。事情都还没有定下来，你那么着急干什么？青莲听着他们的谈话，感觉要睡着了。与李府前途有关的事儿他都不关心，心里只想着那位麝香在哪儿呢。哈哈，我得喝2瓶西域的葡萄酒，今天晚上我们就喝它。听说喝葡萄酒要用高脚杯。小菊，你把杯子摆上。杯子传来了一阵清香味儿，青莲心里一愣，麝香。小菊开始倒酒了。老爷，我不能喝酒。这是葡萄酒，不醉人的，少喝点无妨。是啊，难得得了2瓶，你少喝一点。听说在西域，女人都喜欢喝这种酒呢。那好吧。老爷太太，青莲很久没有跟你们一起喝酒，今天借着这葡萄酒，青莲敬你们，祝愿你们在新的一年身体健康，生意兴隆。青莲不知道说了什么，反正就是要赶在三姨太之前把这酒喝下去。好，乖孩子。青莲也不做作，一杯酒就灌下去了。这葡萄酒可是真好喝啊，不仅仅有名贵的红花，还有麝香。老爷，
西域人都这么舍得吗？这么名贵的药材拿来酿酒，真是浪费啊！红花麝香，三姨太脸色马上就变了。变了脸色的还有大太太跟小菊，他们不解地看着青莲。大太太不露声色地抿了一小口，李老爷不知其意，喝了一大口，赞叹道：哎呀，果然好口感，没有想到青莲还能品出来里面的药材。接着李老爷举杯，全家共庆，而青莲空腹一杯喝下去，已经醉得晕晕乎乎了，被小九扶到外面，吐得天昏地暗。小姐，你明明不会喝酒，怎么还要喝这么多？还有，您平时不是在老爷面前都不怎么说话吗？今天怎么这么大胆？青莲哪里有时间回答，吐得黄疸都快出来了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三姨太出来了，感谢你出手，不然我肚子里的孩儿就难保住了。小九疑惑地看着三姨太。啊，您说什么？等他醒了，把我的话说给他听。说完，带着琉璃走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青莲醒来，头痛欲裂。你明知道不能喝酒，还喝了这么一大杯。昨天晚上这么多好菜，你一口都没吃，真的是太可惜了。哦，小姐，三姨太说谢谢你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她怀孕了。她怀孕，谢你干什么？孩子是你的？一想，不对呀，两个女人怎么生孩子啊？笨蛋，那酒里面有红花，杯子里面有麝香，他要是喝了下去，那孩子就没了。就是小菊昨天说的红花，他们要害三姨太的孩子，你不知道怎么提示三姨太，所以就喝了那杯酒，还把药材说出来了。你终于开窍了。小姐，大太太这么狠毒吗？如果不是你的提醒，神不知鬼不觉啊！难怪三姨太谢谢你，这是帮她保住了孩子啊！我不要她的谢谢，只是想着那孩子无辜，既然我知道了，不帮她，我对不起自己的良心。小姐，我还怪你莽撞呢，大过年的喝这么多酒，原来是有这么多的弯弯绕绕。我要再睡会儿，晚上还得要去大厅吃晚饭，可不能再失礼了。说完，钻进了暖烘烘的被窝里。晚饭时间，青莲打扮一新，早早的就来到了大厅，安静的等所有的人都到齐了。青莲默默的吃饭，眼皮儿都不敢抬一下，生怕有人记起昨天晚上的事儿。青莲，昨晚喝醉了，今天好一点吗？昨晚是我太失礼，今天好多了。知道失礼还喝那么多，臭太百出。没事儿就好，青莲，你多吃一点。刚刚过完正月15，青莲就被请到了老爷跟太太的房间里。青莲，你可是好运来了，京城数一数二的大富商廖家来提亲了，指明要娶你。去年廖家拿了你的生辰八字，找了高人算了，就你最合，过几日廖家就会来下聘礼了。虽然只是做个姨太太，但是廖家的家业100个李家都比不上啊。青莲，你的好日子来了。呵呵，原来如此啊，青莲全明白了，让自己去做姨太太，换取高额的聘礼。我不嫁，要是廖家这么好，让清妃嫁，哥哥姐姐都没成家，怎么着也轮不到我先出嫁。李老爷脸色微变，尽量控制着情绪，好言劝道：哎呀，廖家老爷只要4月初8时出生的姨太太，听说递上去的帖子几十个呢，最后能选定你是你的福气。青莲不卑不亢的反击：既然是有几十个，那便让给他们吧，我不做姨太太。大太太有点装不住了，冷声说道：
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你不愿意也没有用。我们只是通知你，